不接，只好忍痛割舍。乐器根本就是不赚钱的嘛，有想过放弃？ 5、6、7。要努力的学，也要有一些天分。成天欢喜有啥？喜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台上演绎丝丝入扣，台下看戏如痴如醉。戏班人生，百般滋味。经过180年的起落浮沉，戏曲表演的光辉在本地已不复从前。如今仅存的戏班竭力求存，已经落幕的让人缅怀。百年戏班新赛凤在2014年收团落幕。一晃8年，演绎了50多年花旦的魏丽芬和最后一任班主蔡建福，对戏班人生依然念念不忘。以前是我岳父在的时候，他有跟我讲过，说如果将来这个戏班难做的时候啊，就把它收起来。我们的3个字啊，新赛凤要保留好好。很伤感哦，百感交集。因为如果要再做下去啊，也是没有这个体力了。因为姐妹全部都有年纪了嘛，都青黄不接，也没有年轻的代替我们，所以只好忍痛割舍。新赛凤当年虽然风光落幕，对于跟随多年的戏迷来说，却是百般不舍。这一群粉丝哦，我们当作是姐妹啦。不管下雨起风，你们还是这样的拥护我们，在台下一直这样拿作雨伞，看着我们演到那个戏完。戏迷们忠心不移，新赛凤的成员当然了然于心。这些戏迷很有心，全部都是很有心，支持真的支持到底啊！到现在还有打电话来的，给我就是我们说很感谢他们呐、一路来的支持。我们也没有机会在台上再看到你们在台下的那一般熟悉的脸孔咯，我们还是很感激你们。当年接戏一上演，台下观众座无虚席。如今冷冷清清，人事已非。摄影师张学全从1980年代开始，就把当年接戏的盛况定格在胶卷里。学全曾经是国家博物院的策展员，他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一同钻研探讨戏曲文化。他说，19世纪之前，新加坡就出现接戏的身影。大约在1842年左右，美国这个贸易考察团这个 Charles Wilkes， 他来到新加坡，那么他就在春节的期间，他就记录了接戏的演出。接戏的这个鼎盛时期呢，30年代是一个顶峰，因为当时有游艺场，50年代就比较衰落一点，但是到80、90年代几乎又开始蓬勃起来了，可能多了庙宇，
多的神坛。那么有的戏班1年可以演上200多天，现在这个 COVID 的时候，你说当然是少了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多戏班也在这个时候已经停业了。目前本地仅存的戏班屈指可数。这天，拥有158年历史的老赛桃园潮剧团来到洛阳大伯公庙演酬神戏。我是沈伟俊，是一名演员，也是老赛桃园潮剧团的班主。我的祖母，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带我去看街戏。我的父亲会骂我的祖母，他觉得家里的儿子去看街戏或者想要到台上去表演是很丢脸的一件事。但是他们越反对，我就越坚持。为了演戏，13岁的他就曾离家出走，在磨练中成长后，他如愿以偿登上大舞台。2017年，他接棒成为老赛桃园潮剧团的第7任班主。我从小到大没有想要当班主，我只想当一位演员。但是到了第6任班主，他们已经决定说要结束这戏班，但我就觉得很可惜，尤其是我的祖父是这个戏班的乐手，有这一份情。我不晓得怎么经营生意，到现在我都还在学习。当然也有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内心里面对自己的迟疑啊。调整心情后，伟俊上任后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挽留前辈。因为他们已经是60、70、80多岁了，所以他们的家人都鼓励他们就不要继续演戏，为了他们的健康跟安全。我就必须一位一位好好的请求他们留下来。然后第二，经济上也是一个考量，我也花了一笔钱，就是我的储蓄，用在戏服还有道具。所幸伟俊获得戏班同仁们的支持，大家彼此扶持。我觉得戏班台上有很多的天使，婉儿姐跟木兰姐，其实他们在生活当中都面对着很多的压力，不过他们还是非常的支持戏班。伟俊是一个很随和，不过做什么事都要求完美。刚刚上任的时候要去接触卤煮啊，是很怕他去得罪人家。我们有跟他讲，你讲话不要这么直。我跟阿郎2个都是尽量帮忙他，因为有的东西起初他不大了解。最近这1、2年的疫情，我们都没有戏演，所以伟俊帮我们申请那个补助金，每一个演员都可以拿这一笔钱度过这个难关。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位义工，因为这届戏根本就是不赚钱的嘛。有想过放弃的念头啊。当我在台下看着我们的前辈很努力的表演，他们已经是60、70、80多岁了，我不晓得我们下一回的演出是什么时候，那内心就会有很多的感触。台下的观众，坐着轮椅的那些长者们，他们过来跟我说：“伟俊，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还可以看到戏班的演出。”我也会很感动，但是感动的，眼眶有泪了，是感动的泪水。他们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他们可以这样无条件的付出，让我有这样的勇气，跟随着他们一步一脚印的向前进。我当然希望这传统戏曲可以传承下去，因为它不仅仅是表演，它也是我们的文化。谢谢。我相信这传统戏曲呢，还是会有很好的将来。王四妹闽剧团在新加坡活跃多年。
王四妹半辈子都跟戏班紧密相连。我是王四妹，而且是王四妹闽剧团的班主。我今年已经70岁了。我做戏有40年吧。四妹出生于马来西亚麻坡，当年新加坡新麒麟的班主游说四妹的父亲，让她加入戏班。我爸爸有8个女儿，他说你女儿这么多，啊，把女儿带来给我们做戏。我爸爸就把我们4个送去新麒麟里面学戏。在新麒麟演了10年戏后，他离开了戏班，回到了故乡，在当地的剧团里演戏。在马来西亚，四妹有一个当戏曲乐手的干妹妹刘亚轩。后来两人回到新加坡，加入了由班主王初化领团的双明凤闽剧团。我认识四妹的时候，我是从88年开始，王四妹好像我们一家人这样啊。我跟她是同姓，她对我真的很好。几年后，姐妹俩决定创业，在2001年成立了王四妹闽剧团。眼看创立的戏班已经茁壮成长，厄运却随之而降。那吐血，医生就说他是中胃癌，末期了，很快3个月他就走了。本来我是打算收团，我不做了。他的干妹妹要过世的时候，他交代我，他做这个有10多年，不甘心这样被收掉，就来找我帮忙哦。为了干妹妹的遗愿，四妹一直坚守着戏班，保留着她的遗物，缅怀一番。如今四妹独自打理戏班，还病痛缠身。我有糖尿病、高血压，还有气喘。这个手我不可以弯去后面，有时打武戏就比较困难一点。如果要真正的打起来，不 OK 了，因为会痛。四妹的子女都劝她退休，她却心系着年迈的团员们。团里面啊，跟着我的应该有7个吧，他们啊已经70多岁了，有的他们没办法工作，他们已经老了，就是在等着你的戏哦，你有戏他们才有钱拿。我也是累就是说我已经老了，可是呢，我都讲过，不做就会生病。我很早就想退休了，我的孩子就叫我退休了，我就是舍不得。一个遗愿，一份承诺，一生守护，戏子友情却走得很艰辛。这天，老赛桃园在醉花林表演，台下有一名特别的年轻观众。My name is Kaida. I'm 7 years old. 7岁的凯德和伟俊一样热爱戏曲，两人也都会变脸。伟俊在凯德身上看到了他无比的潜力，前途无可限量。那种魅力啊，包括他的一些动作啊，我觉得是有天赋的。Well done。所以看到他呢，对我来讲是感觉我们戏曲是有希望的。凯德3岁时第一次看到变脸表演后，为之着迷。他就觉得很有兴趣，也不怕，也喜欢他的服装跟那个音乐，很带动他。
然后就回家也要学，就拿一个扇子也学变脸啊。我女儿就随意录了，就把它放在 Facebook。然后她的朋友在南华戏剧的就看到她的表演，就觉得这个小孩那么小就有那么的天分。南华潮剧社的老师们看中凯德的才华，邀请他加入儿童训练班学习潮剧。南华潮剧社是1963年一群戏曲爱好者所成立的业余团体。社长卓林茂说，随着团员年纪的增长，他们也开始担心剧团青黄不接的问题。于是，剧团在2015年转型成为慈善机构，开办免费的儿童潮剧班，培育戏曲幼苗。2015年到现在，50位年龄从3岁到12岁的年轻少儿班来参与我们传承的工作。他们要努力的学，也要有一些天分，因为演戏呢是要演又要唱。我们从汕头，我们的家乡聘请了一些专业老师，这个好多了。希望这些老师们能够带来他们演戏的技术。凯德加入儿童潮剧班后，开始受训。在这里了，没动。Keep on going, teacher, teach me. Practice at home before I go for performance. Sing King Huang Si Yo Sa Hi Yang Qiang对凯德来说，戏曲最吸引他的是艳丽的化妆、缤纷的服装和精彩的戏中人物。I like the makeup and the full costume. I like the character and I act like them. It's fun. 凯德从2020年1月开始上课，练了半年，就有机会登台独演。Which is your favorite opera performance? 哪吒。南华每年都会举办几场演出，让老中青3代的演员在台上切磋演技。凯德演的是哪吒。I feel happy when I am on stage. 在我们的眼中，他台上他就是很认真的学习，一举一动他都是要做到位。儿童潮剧班栽培了不少优秀的潮剧幼苗，其中一位是新法混血儿周瑞阳。每次演出，家人都会专程来支持，这次却不见外婆的身影。瑞阳热爱戏曲，外婆功不可没。他8岁了，自从他4岁已经开始练习。我丈夫他是法国人，我妈妈她有点担心我儿子会失去他的根，所以他找到了南华，让他开始练习，然后他练到很开心。对，往外的4个，对，2个。那个年我妈妈去世了。然后洋洋他受了很大的影响，他变得很沮丧，很孤单，还有点寂寞。我的妈妈生前希望洋洋会继续练大戏，所以我尽力去完成她的愿望。我想他继续表演大戏的时候，是一种想念外婆的方法。
一个传统戏台的搭建是为了配合一场戏曲的演出。然而，这个戏台却蕴含着更多意义和使命。这个在布连什街的戏台是为了艺术周展览而搭建的，展览名为“台上台下”。5位艺术家根据他们对传统戏曲的了解，重新诠释戏曲的精髓。长期用摄影记录本地戏班的摄影师张学全是其中一位艺术家。他用拍摄了20多年的照片，让观众一睹戏班人生的真实面貌。他们让我进入他们的空间，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难，认识这个文化的它的未来。他们永远就在这个胶卷的这个时间里面，就是定格里面，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让他们认识说这些人他们曾经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希望通过这个展出，就是能够激起一些年轻人的兴趣，不要遗忘了这个曾经在每一个人的共同记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就是戏曲文化。台上演绎，丝丝入扣；台下看戏，如痴如醉。传统戏曲在我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岁月后，能不能延续，光辉再现？只要有庙在，有神在，就有戏要做。但问题就是还有没有戏班来完成这个任务？